今天在我手上呢是来自 Coretek 酷泰科的10号和20号移动电源，很开心这次获得 Coretek 酷泰科的邀请，让我体验这2款移动电源。同时也会和各位分享有关这2款产品的使用心得。如果你也刚好正愁要选择什么样的移动电源，那么这一期节目的分享说不定会对你有所帮助。在开始和各位正式进行产品分享前，先来简单介绍 Coretek 酷泰科的品牌背景。酷泰科专注于充电配件产品的开发，同时也是小米生态链中的核心公司。团队中有超过50%的成员从事产品研发和质量保证工作，打造出具有科技感和强大独立研发能力的移动电源品牌。比如酷泰科的30号移动电源和15号移动电源，在2024年就获得了德国红点奖，而我自己也在去年就入手了2颗15号，目前用起来也都非常稳定。因此这一次拿到10号和20号，也让我非常期待它们的整体体验表现。首先来介绍入门款的10号电能棒，这是一款主打小巧且供电能力非常高的移动电源，尺寸为143×45×33毫米，而且重量仅有282克，这个重量也就和我的 iPhone 15 Pro Max 差不多一样。电池容量为1万毫安时，同时提供了单口最高120瓦的放电输出功率，以及最高90瓦的充电输入功率，仅需15分钟就可充电到55%。接口数量为一个 USB-C 和一个 USB-A， 合计最大的输出功率为150瓦，并且也支持 UFC-S 融合快充，支持多家不同手机之间的快充标准。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搭载了一块 TFT 彩屏数线，不仅是显示电量状况，还能够提供目前的充电和放电剩余时间，并且能够精准的显示目前的功率，包括电压和电流状况也都能够一一显示。如此一来，就能够很好的去判断目前的电量能够提供多长的放电时间，又或是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充电，甚至是充电与放电的功率状态是否正常等。10号电能棒的外壳采用了 V0级防火材料，保证在高功率使用下的安全性，以及双重激光精雕纹理，能够让它放置在桌面也不容易滑落。同时给到了18个月的保修时长，一定程度也算是体现了酷泰科对于自家产品的信心。而10号电能棒的定位是更适合那些时常出差或外出旅游，需要一块容易携带在身上的移动电源，同时放电性能足够高，能够快速给手机或是笔记本电脑等进行快速的充电，加上本身的小体积设计也非常方便携带。当然对于一些高强度用户，1万毫安时和1C1A 的接口数量，它显然是无法满足这一些重度用户的。因此接下来就来和各位介绍这一款20号电能柱。20号电能柱可就不同了，首先容量直接给到了25000毫安时的大容量，官方说明可以4次充满 iPhone 14。其实是兼容 PD 3.1 标准以及单口最大140瓦的放电输出。对于一些需要用到140瓦的充电的设备，比如 MacBook Pro 就能够用上这个功率了。另外也和10号电能棒一样，具备一块 TFT 彩屏。只不过尺寸提升到了 1.54英寸，亮度也明显比起10号电能棒的屏幕更亮更清晰。同时除了10号电能棒所有的屏幕功能以外，还增加了图形化数据的显示，能够观察长时间的充电和放电状态。当然除了这些核心提升以外，20号电能柱的接口数量也提供了2个 USB-C 和1个 USB-A， 合计最大放电功率在210瓦，以及提供了110瓦的高速自充，能够在19分钟内完成40%的充电速度。20号电能柱的体积为159.9×55.1×55.1毫米，重量为632克，外壳也采用了 V0级防火材料，同时内部也集成了散热器，能够长时间同时进行充电和放电。以及机身前面采用了半透明的外壳设计，内置2条蓝色的脉冲光条，可以实时判断目前是否是在充电或是放电。保修时长和10号电能棒一样，给到了18个月。另外它的额定能力为90毫安时，无需申报也能够带上飞机。那它的定位更适合那些有着高功率设备的用户，比如像是 MacBook Pro 或是一些支持 PD 充电的笔记本电脑，又或是给一些便携补光灯进行供电这一类较高强度使用的用户确保使用的设备有一定的续航能力。同时20号电能柱的体积携带起来也不会特别的笨重却能够比起常规移动电源提供更多的电力，摆放在桌面也不会太占体积，而且外观有一定的科技感。而各位详细介绍了10号与20号移动电源后接下来就要和各位测试这2款移动电源的放电和充电性能。首先是充电速度测试这2款移动电源从0至100%的充电速度用时，10号电能棒的最大充电功率符合官方宣传的90瓦充电至80%用时22分钟，充满至100%一共用时38分钟。
然后是20号电能柱，最大充电功率110瓦，0至80%充电用时40分钟，0至100%充电总用时1小时38分。两款的充电速度表现都相当的快，体验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然后是放电性能，测试采用 MacBook Pro 16，10号电能棒的放电功率最高在95瓦左右，可以持续放电23分钟，直到电量完毕。最终 MacBook Pro 的电池量是从 5% 充到 33%， 然后是20号电能柱，能够满足 MacBook Pro 16的140瓦充电速度，充电用时35分钟，此时20号电能柱的剩余电量还有 8% 左右。最终 MacBook Pro 的电池量是从 4% 充到 70%， 单口充电性能表现也非常优秀。最后是多口同时进行放电的最大合计功率，以及每一个接口的功率分配情况。这里我是准备了 MacBook Pro 16以及2盏便携补光灯。10号电能棒在双口同时使用下 ，C 口的功率为75瓦 ，A 口则是跑在了10瓦左右，双口合计共85瓦，而这个表现有点意外比起单口最高90瓦还低。当然，包括20号电能柱也是如此，两个 C 口个别只能够跑到65瓦和33瓦的功率 ，A 口也只能够跑到22瓦的功率，合计总功率也就120瓦左右，同样还是比起单口最高140瓦还低。除此之外，我也测试了双 C 口和单 C 加 A 口的放电表现，双 C 口下也同样是个别跑到65瓦加33瓦，单 C 加 A 口则是65瓦加22瓦以及33瓦加22瓦。这个表现确实和宣传所说的最大210瓦放电功率有点相差甚远。会有如此的现象，是不同的设备有着不同的充电协议，它们各自充电所需的电压和电流标准都不同。而10号和20号的150瓦以及210瓦最大放电功率是必须搭配支持120瓦闪充的小米手机才能实现。只可惜我目前没有小米手机，因此无法给各位进行这部分的实测。只能说，如果你本身不是使用小米手机，那么你是无法完全体验到这两款移动电源的多口放电性能，这点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当然，主要也是因为移动电源本身就存在容量上限与体积的限制，多口放电往往都是在应急的时候才会用上，因此结合实际体验来说，两款移动电源的多口放电性能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但仍然有进步和优化的空间。最后来说10号以及20号移动电源的价格，10号电能棒的售价在185令吉，而20号电能柱的售价则是585令吉。你们觉得这个售价如何呢？欢迎给出你们的看法。按照惯例，我这边还是总结了这两款移动电源个别的优缺点给大家。首先是10号电能棒它的优点自然就是拥有非常小巧的体积，支持单口120瓦的放电输出和自充90瓦的功率，搭配上相对可以接受的价格，加上自带 TFT 彩屏显示各自功率状况，都是10号电能棒吸引人的核心卖点。至于缺点，首先我觉得它的电池容量算不上很多，主要是因为它有极高的放电性能导致很快就会把电量给用光，因此主要还是作为短暂续航使用为主。另一个缺点是我个人觉得 TFT 屏幕的亮度不是很亮特别是在户外光线较亮的地方这个屏幕的观感就不是很理想。如果能够加入亮度调节选项的功能，那就更好了。最后就是本身支持的充电协议不够丰富，无法满足一些设备的最大充电功率。然后是20号电能柱，同样是具备 TFT 彩屏显示功率状况，而且比起10号电能棒多出了曲线显示功能，可以精准观察和判断移动电源的状况。再来是支持单口最高140瓦的放电功率目前市面上支持140瓦放电功率的移动电源少之又少。然而这对于 MacBook Pro 16用户来说是特别好用的，同时拥有25000毫安时的大容量即便是面对 MacBook Pro 16这种较大型的笔记本，也能够给它充上足够的电量。同时用来给其他设备，比如便携补光灯进行供电，也能够维持较长的续航用途还是比较广泛，甚至堪比类似 V 口电池的专业用途了。而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在不使用小米手机下多口放电功率的分配还有待进步，对于整体使用体验有着比较直观的影响，以及本身的售价较高对于本身就不是特别依赖大容量和高功率放电性能，它的售价确实吸引不到这一类族群，仅适合一些特定族群的用户。不过这两款还是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在进行放电时插上额外的接口给另一个设备放电，都不会出现断电重启的现象。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因此还是要和各位分享一下。总的来说，酷泰科的10号与20号移动电源都是针对有着高功率充电需求的用户，差别在于10号有着更高的便携性，而20号则是可用性更加广。加上它们都是各自自带 TFT 显示屏对于有长时间续航的用户，
显示屏的状况显示可以提升不少的使用体验，对于有这一类需求的用户的确是加分不少的。同时在提供如此多功能且保持着不错的品质下，本身的售价也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整体体验还算是比较理想的，只差一些小细节还需要调整和改进。期待之后酷泰克能够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推出更好、更实用且价格合理的产品。那么以上就是本次关于酷泰克的10号与20号移动电源的体验相关内容。非常感谢酷泰克提供他们家的10号与20号移动电源让我进行体验分享，同时也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